国投入的金钱实际上扩大了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混乱，而不是维持它的稳定。其实一个贫穷的部落联盟和军阀的阿富汗反而会比较稳定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多钱。钱的投入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冲破它代表现代化，代表着新秩序，对旧秩序以及从旧秩序当中得利的精英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使这些精英阶级，我们都熟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什么？旧的精英阶级不喜欢这些东西，就像是大清国的士大夫阶级不喜欢洋学生一个道理。洋学生来了，你科举出来的不会讲英语，也不会数理化的精英有什么用处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他们甚至会支持义和团，这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原因。金钱输入不均匀的输入，在喀布尔造成一个巨大的消费性城市。就是一个仅仅依靠消费性城市，依靠美军开支构成的政府，比起原先由部落酋长跟国王发生直接关系的阿富汗君主国来说的话，更难控制乡村。美国大量投资和基建，造就了地方权力经纪人，比如说修路的经纪人，像坎大哈的一些承包商，跟卡尔扎伊关系密切的承包商就是这些人。在马来西亚，这些人造成垃圾部的腐化。他们在坎大哈是同时脚踩两只船，一部分金钱通过他们跟部落酋长的姻亲关系、长老、教长的姻亲关系流入到塔利班的手中。他们修的路也部分的被塔利班利用，用来扩大他自己势力范围。当然，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在巴基斯坦搞中巴经济走廊，修中巴高速公路，结果是导致伊斯兰国势力大量涌入本来还相对比较平静的俾路支省和克什米尔瓦基里斯坦边区。伊斯兰国势力2015年以后的暴涨，基本上是中巴经济走廊造成的。其实，新疆本身的乱局也是江泽民时代人推行西部大开发的结果。以前的新疆虽然更加贫穷，社会矛盾化没有那么尖锐，这是典型的现代化冲击。输入的钱越多，冲击越大，新的裂痕撕裂旧的伤口，使得捐助者，比如说美国又是有始无终的，他没有耐心长期扶植某一派势力。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很边缘的势力范围，大不了太麻烦，他就索性宁可不要了。现在他就这么干的。而大量金钱输入导致的地方经纪人以及围绕这些经纪人形成的军阀势力却不会就此消失，因此新的混战必然要爆发。前现代国家接触现代化的时候，基本上都免不了这一出的。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现代化研究的问题。中国当然以前在卡尔扎伊时代还是作为美国的小弟，美国人来搞一个阿富汗政府，中国就承认阿富汗政府，美国人捐几亿，中国人捐几百万，然后有生意的时候，中国带着自己的农民工来给你承建一下下水管道工程，承建一下开矿的工程，承建一下修路工程，这个辛苦，不敢也不能对美国人制造这个框架有意见，然后在习近平时代跟塔利班联合起来攫取最高权力，把他们自己投入了一个难以控制的任务。当然，塔利班指望中国继续投钱，这是可以确定的。中国不能不继续投钱，他已经投了这么多钱，现在是欲罢不能。伊朗的石油是塔利班进城以后，他必须贷塔利班，塔利班没有钱，塔利班的10几亿美元都已经被各军阀投资拿去事先派的用场，他不可能把这钱用到喀布尔的。如果向军阀要钱，会引起内部分裂的。喀布尔是纯消费性城市，它是依靠美军的消费和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援助为生的。美国一走，这些钱咔嚓全都没有。拜登政府已经毫不犹豫地冻结了阿富汗在海外的全部存款。比如说，喀布尔城内的军队和公务员20万人以后要由塔利班养活，塔利班自己还没有20万军队，塔利班自己各军阀军队主要属于各部落和地方势力养活军队才几万人。20万军人再加公务员，再加上700万人口，他哪里有这些钱养活？如果不养活的话，马上就会出现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他的联合政府即刻泡汤。中国依靠阿富汗来联系伊朗，建立一个稳定大后方的计划，整个泡汤。所以中国接下来必须出第二笔钱，让阿富汗的商业银行恢复运作，让阿富汗的公务员能够领到工资，让喀布尔市场重新运作起来。这笔钱，粮食费用养活喀布尔几百万居民，粮食费用可能就要1亿多，
1亿多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喀布尔是一座孤城，从北方乌兹别克、南方巴基斯坦运粮，沿途经过军阀辖区。比如说一亿美元买粮食，5亿美元就得交给各路军阀当做过路费，然后维持文武百官的开支、地方市场的开支，大概10亿美元是少不了的。这笔钱必须马上垫进去，要不然联合政府立刻就要泡汤，边遣费也立刻泡汤。塔利班不仅不能统治阿富汗，而且因为他把他的兵力消耗在喀布尔这个市战之地，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能不能回老家都会很问题。这笔钱就在这个月9月结束以前就被垫进去，要不然喀布尔马上会出现饥荒。只要我们看到喀布尔没有出现饥荒，我们就可以断定中国出了又填了5亿到10亿美元进去。只要美国支持阿富汗政府倒台，那么列强国际社会给的也就是一点人道主义援助。默克尔已经说了，将来德国撤侨成功，他可以给，比如说1亿马克人道主义援助。这笔钱是根本填不，相对于美国主持时期国际社会给的4/5开支来讲的话，只是一个零头。可以断定，国际社会给的那些40-50亿美元一年的钱，到头来在美国撤退以后，能够填出4-5亿美元，就是超级奇迹了。那么这个空间由谁填呢？只能以阿富汗的矿山为抵押，让中国出这笔钱，至少要把政府官员和军队的维持费发下来，还有各省军阀发的这些津贴。没有这些津贴的话，这些军阀不可能支持塔利班。要为绥靖北部军阀还需要花更多的钱。中国不一定需要把这些全部花出来，但是至少维持喀布尔本身稳定和维持联合政府门面这笔钱至少也就是几十亿美元必须发出去，要不然塔利班在阿富汗这个政府过不了今年冬天。如果今年冬天喀布尔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各省军阀津贴不能到位的话，那么明年就春暖雪融、山口开放的时候，各路军阀的混战马上就会开始，而没有武装的巴拉达的政治委员会在塔利班内部也会维持不住。同时，就像所有的北伐成功一样，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内部立刻发生派系分裂，因为新的资源使原有的派系平衡发生动摇。建立在汪蒋联盟，也就是巴拉达尔和奥马尔联盟之上的现在的塔利班第3任领导机构，在北方各军阀加入以后，就像是张学良加入国民政府以后，平衡会发生动摇。奥马尔的嫡系部队在政府中的比例急剧减少，而没有武装的巴拉达尔不可避免的要依靠非嫡系军阀和北方各军阀势力来挤压奥马尔。同样，北方各军阀知道自己原先是塔利班敌人，现在虽然被收编了，也必然像阎锡山、冯玉祥，非常害怕蒋介石、李宗仁利用我们是国民党正统革命者，你们是北洋军阀俱乐部的领导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支持没有武装力量的巴拉达尔来控制有武装的奥马尔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因此，埃米尔国内部也会迅速发生内讧，只有足够的金钱才能把内讧压下去，把塔利班内部和塔利班外部的就本质上是军阀性的冲突压下去，把联合政府的门面勉强维持住。所以一旦开了这个头，以后每年几十亿美元的中国援助是少不了的。如果处理问题不得当，支持错误的派系，例如像在埃塞俄比亚那样支持没有武装的阿比总理这一派，结果得罪了拥有武装的提格雷人这一派，激起新的内战的话，那么中国一年要花的就不是几十亿美元，而是几百亿美元。